我至今还记得10年前遇到的一个案例，现在想起来仍让人唏嘘不已。一位76岁的老先生，身体硬朗，耳聪目明，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跟着老友们四处探访古迹。有一次，他们听说郊外有一座荒废了近100年的老宅，是过去的大户人家留下的，建筑格局特别，几个人就兴致勃勃地结伴前往。那老宅早已破败不堪，门窗腐朽，院墙倒塌，院子里杂草长得比人还高，阳光都很难穿透。老先生一行人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在里面逛了足足1个小时，还对着墙上的旧壁画、屋里的老家具拍照留念，甚至有人捡起了地上的旧瓷片带回家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场看似普通的探访竟成了老先生健康的转折点。回家后的第3天，老先生就莫名发起了高烧，浑身发冷，盖着2床厚被子还瑟瑟发抖，嘴里总念叨着冷，有人拉我。家人以为是感冒，赶紧调理，可烧了3天都没退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老先生开始胡言乱语，说看到屋里有模糊的人影在走动。短短半个月，原本精神矍铄的老人就变得形容枯槁，眼神呆滞，连家人都认不清了，走路也需要人搀扶。后来家人辗转找到我，我一大脉就发现他的脉象沉细无力，阳气衰微到了极点，舌苔白腻，满是阴寒之气。我问起他近期的经历，家人一说起探访废弃老宅的事，我就明白了，这是阳气被阴地夺走了。我赶紧给他开了温阳散寒、驱邪扶正的方子，让他用艾草煮水洗澡，随身佩戴朱砂。家人也按我说的，每天帮他默念善念，多做善事，积累功德。可即便如此，老先生的身体也没能完全恢复，虽然高烧退了，神志清醒了，但元气大伤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四处走动，不到2年就离世了。他的家人后来跟我说，老先生临走前还总念叨不该去那老房子，这话听得人心里发酸。人在一生中，阳气是守护生命最重要的能量，尤其是到了60岁以后，阳气本就开始衰退，元神也日渐虚弱。如果这时候不注意避开一些阴气极重的地方，很容易导致阳寿被迅速消耗，甚至引发灾病横祸。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里早就告诫过，60岁以上的人，这3个地方打死也不能轻易去，因为一旦踏入，不仅阳气被夺，寿元也会迅速减少，轻则病痛缠身，重则生死难料。这个视频就带大家详细了解哪3个地方阴气最重，为什么这些地方专门克老年人，如何自保，有哪些补救的方法。真实案例警醒世人，务必认真看完，关键时刻可能救你一命。在咱们传统文化和养生智慧中，阳气被称为生命之火。黄帝内经里说，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意思是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，没有了太阳，万物就不能生长。人体没有了阳气，生命就会枯萎。阳气足的人精神旺盛，气血通畅，身体强健，灾祸自然远离。阳气衰的人气血凝滞，百脉不通，精神萎靡，百病丛生，灾难频起，寿元也容易受损。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根燃烧的蜡烛，年轻时阳气旺盛，火焰熊熊，能抵御各种风雨。可到了60岁以后，这根蜡烛的火苗已经烧了大半，变得微弱不堪。此时最忌讳的就是去一些阴气聚集之地，因为阴阳相克是自然规律，阳弱阴盛的时候，阴气就会像冷水浇灭火苗一样，侵蚀人体的阳气，导致气血运行受阻，邪气趁虚而入，寿元被迅速削减，而且这种损伤往往很难逆转。所以老祖宗才会反复强调，60岁以上的人必须格外小心避开这些阴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从中医角度讲，60岁以后，人体的脏腑功能开始衰退，脾的运化能力减弱，肾的精气不足，而肾为先天之本，脾为后天之本，脾肾两虚，阳气就失去了生成和滋养的根源，自然变得虚弱。此时人体的卫气，也就是保护体表、抵御外邪的阳气，也会变得薄弱。就像国家的边防军战斗力下降，敌人很容易入侵。而阴气重的地方聚集了大量的阴寒之气、病气、怨气，这些邪气会直接攻击人体的卫气，一旦卫气被突破，就会侵入脏腑，导致各种疾病，甚至加速衰老和死亡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古人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出来的生命规律，是人与自然气场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。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就是荒废久无人居的老屋。荒废多年、破败不堪的老屋，往往聚集着极重的阴气，因为房子是用来住人的，人气就是阳气，常年无人居住，没有阳气滋养，屋内的阴气就会越来越重，形成阴盛阳衰的格局。再加上房屋破损倒塌，墙壁开裂，屋顶漏风漏雨，阳光照不进来，潮湿之气弥漫，更容易产生阴煞之气。有些老屋甚至因为过去发生过意外离世、家庭纠纷等不顺心的事，残留着未解的怨念。这些怨念会转化为无形的阴邪之气，长期滞留其间，让阴气变得更加厚重。除了开头那位老先生，
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，一位68岁的老太太回乡下探亲时，听说村外有一座废弃的老庙，里面有不少旧物件，就跟着几个邻居一起去寻宝。老庙已经荒废了几十年，里面蛛网遍布，灰尘厚积，阴森森的。老太太在里面拿起一个旧香炉看了看，还在神像前站了一会儿。回家后，她就变得沉默寡言，食欲不振，晚上总说屋里有黑影，吓得不敢睡觉。没过多久，就查出了严重的脾胃疾病，吃不下饭，身体日渐消瘦，不到半年就去世了。她的家人后来回忆，老太太去老庙之前，身体一直很硬朗，就是那次回来后才突然变差的，想来就是被老庙的阴气所伤。还有一个更让人警醒的案例，一位70岁的老先生，退休后喜欢研究家族历史，听说乡下有一座废弃的祖宅，就独自前往探访。那祖宅已经空了50多年，里面一片狼藉，墙角长满了青苔。老先生在里面待了2个多小时，仔细查看了房屋的结构，还带走了一块刻有家族字样的木牌。回家后没几天，他就开始说关节疼，后来发展到全身疼痛，晚上疼得睡不着觉，去检查也查不出病因。家人带他找了不少医生，都没有效果。老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脾气也变得暴躁，不到1年就去世了。懂行的人说，他这是被祖宅的阴寒之气侵入经络，导致气血凝滞，经络不通，才会浑身疼痛，最终油尽灯枯。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中招？因为60岁以后，人体的阳气已经消耗大半，就像微弱的灯火，而荒废的老屋阴气极重，就像一阵狂风，两者相遇，灯火自然容易被吹灭。老年人的脏腑功能本就衰退，抵抗力差，面对重阴之地根本无力抵御，一踏入就容易被阴邪之气缠上，抽走阳气，扰乱元神。而且老屋的潮湿之气会侵入人体，导致体内湿气加重。中医讲湿气为万病之源，湿气重会进一步阻碍气血运行，加重阳气亏损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我奉劝60岁以上的朋友，路过荒芜废弃的房屋、院子、老庙，务必不要靠近，更不要进去。即使远远看到，也要心存敬畏，保持正念，快步离开，不要停留观望，更不要因为好奇去触摸、探查里面的东西。第二个不能去的地方是阴气重的坟地、古墓。坟地本就是亡者安息之地，是阴气聚集的地方。老祖宗说亡者3年魂气未散，意思是逝者离世后，魂魄的气息还会在坟地周围停留一段时间，这些气息属阴，会不断滋养坟地的阴气。更不用说那些古墓、荒坟，千百年下来没有后人祭拜，阳气断绝，阴气只会越来越重，甚至会形成阴煞，专门侵蚀活人的阳气。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位65岁的老奶奶，平时喜欢跟着孙子出去游玩。一次孙子带她去郊外爬山，不小心走错了路，误入了一片无人知晓的古墓群，里面杂草丛生，墓碑东倒西歪，有些墓碑都已经断裂，看起来阴森恐怖。老奶奶当时就觉得浑身发冷，心里发慌，头皮发麻，可已经进来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孙子快速离开。可回家后，老奶奶就连续几天发高烧，全身无力，吃不下饭，家人带她去看了不少地方，都查不出任何缘由，医生也只能说是不明原因发热。她的身体就一天天衰败下去，精神越来越差，总是说胡话，梦见有人拉她的手，最终在3个月内就病逝了。后来有懂行的人说，这就是因为老奶奶年纪大了，阳气弱，被古墓的阴气侵蚀，阳寿骤减，才会走得这么快。还有一个案例，一位70岁的老先生，清明节去给祖先扫墓，因为天色已晚，不小心在坟地里迷了路，绕了1个多小时才走出来。回家后，他就变得神情恍惚，记忆力下降，还总说头痛、胸闷。家人带他去检查，没查出任何器质性问题，但他的状态越来越差，晚上失眠多梦，总梦见自己在坟地里打转，不到1年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后来跟我说，老先生以前记性很好，身体也不错，就是那次扫墓迷路后才变了样，想来就是在坟地里待得太久，阳气被阴气耗损太多。我还遇到过一位62岁的女士，她的丈夫去世后，葬在一处偏远的公墓。她非常思念丈夫，经常独自一人去公墓，有时候会在坟前坐一下午。没过多久，她就开始觉得浑身发冷，手脚冰凉，即使夏天也需要穿厚衣服，还总说心里发慌。家人带她来找我，我一看她的气色，就知道是阴气侵体了。我跟她说，扫墓可以，但不能待太久，更不能独自在坟地停留，尤其是傍晚以后，阴气最重的时候。我给她开了温阳散寒的方子，让她用艾草煮水洗澡，佩戴朱砂。后来她减少了去公墓的次数，每次去也都是白天去，待10几分钟就走，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。为什么坟地、古墓特别克老年人？年轻人阳气旺盛，胃气充足，就像一堵厚实的墙，还能勉强抵御住阴气的侵袭。但老年人本身阳气单薄，胃气虚弱，就像一层薄纸，根本挡不住阴煞之气。
尤其是那些无人打理的荒坟、古墓，长期被阴寒之气笼罩，老年人一旦靠近，气场根本不敌，阴邪之气会通过口鼻、皮肤侵入体内，扰乱气血运行，损伤五脏六腑。中医讲肾主治，阴气侵入肾脏会导致元神涣散，出现精神恍惚、记忆力下降等问题；阴气侵入心脏会导致心悸、胸闷、失眠等症状。这些问题对老年人来说都是致命的隐患，所以建议60岁以上的朋友尽量避免除了扫墓以外的任何进入墓地的行为。如果必须参加葬礼，去坟地祭拜，一定要注意这几点。第一，选择白天去，最好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，这段时间太阳最盛，阳气最足，能压制坟地的阴气。第二，不要待太久，祭拜完就立刻离开，不要在坟地里徘徊聊天，更不要触摸墓碑、坟头的杂草等。第三，穿着要整洁鲜艳，不要穿黑色、灰色等深色衣服，深色衣服容易吸收阴气。第四，回来后要及时净身，用艾草煮水洗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在焚香净化室内空气，心里保持正念，默念一些吉祥的话语，护住元神，减少阴气侵袭。第三个不能去的地方是废弃的医院、战场遗址。医院本就是生死交界之地，每天都有生老病死，积累了大量的病气、怨气，这些气息属阴，会附着在医院的各个角落。而废弃的、关闭多年的医院，没有了活人的阳气滋养，那些病气、怨气没有地方消散，就会长期滞留。再加上曾经在里面离世的人留下的能量，阴气之重，远胜常人想象。而战场遗址就更不用说了，那是无数人战死的地方，充满了杀戮和怨念，这些负面能量会长期聚集在战场上，形成极强的阴煞之气，普通人靠近都会觉得浑身不适，更何况阳气虚弱的老年人。我曾遇到过一位退休教师，68岁，平时爱好探险，喜欢去一些废弃的地方拍照。一次听朋友说有一处废弃多年的老医院，建筑很有年代感，就约着朋友一起去探访。他们在里面待了1个多小时，拍了不少照片，还触摸了里面的旧病床、医疗器械等。可回家后没多久，这位老师就变得心情抑郁，整天唉声叹气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晚上更是失眠多梦，梦里总出现一些病人痛苦的场景，醒来后一身冷汗。他的家人以为他是心情不好，劝了他很久也没用。3个月后，他查出身体长了不好的东西，病情发展得很快，半年内就离世了。懂养生的老者叹道，他这个年纪阳气本就弱，还主动去闯那种阴地，相当于把自己的阳气往火坑里送。废弃医院里的病气、怨气都聚集在他身上，侵蚀脏腑，根本无可挽回。还有一个案例，一位72岁的老先生，年轻时是军人，退休后喜欢研究历史，一次听说一处战场遗址对外开放，就独自去参观。他在遗址里走了大半天，还在当年的战壕里坐了一会儿，回忆历史。回家后他就变得脾气暴躁，容易发怒，还总说身上疼，晚上睡不着觉。家人带他去检查，没查出任何问题，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经常感冒发烧，免疫力急剧下降，不到1年就去世了。后来有人分析，他就是在战场遗址里吸收了太多的阴煞之气和怨念，导致体内阴阳失衡，阳气亏损，才会迅速衰败。我还听过一个更让人揪心的案例，一位66岁的老太太，她的女儿在一家医院工作，医院搬迁后，旧院区就废弃了。老太太听说旧院区里有不少闲置的家具，就想去捡几件回来用。她趁没人的时候，偷偷溜进旧院区，在里面逛了一圈，捡了一把椅子和一个桌子。回家后没几天，她就开始咳嗽、气喘，后来发展成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，卧床不起。家人带她去检查，医生也查不出具体病因，只能对症治疗。可老太太的病情越来越重，最终在半年后去世了。她的女儿后悔不已，说早知道就不让母亲去那废弃的医院了。为什么这些地方特别危险？因为废弃医院里的病气、怨气，战场遗址上的杀戮之气、怨念，都是极重的阴邪之气。这些气会直接攻击人体的阳气，扰乱气血运行。老年人的脏腑功能本就衰退，气血不足，一旦被这些阴邪之气缠缚，就会导致气血凝滞，脏腑受损。比如病气侵入肺部，会导致咳嗽、气喘等呼吸系统问题；侵入脾胃会导致消化不良、食欲不振等；侵入心脏会导致心悸、胸闷等。而怨念这种负面能量会影响人的情绪，导致心情抑郁、烦躁、易怒等。中医讲情志治病，不良情绪会进一步加重阳气亏损，形成恶性循环，最终削减寿命。所以我提醒60岁以上的朋友，一定不要因为好奇去探访这类场所，哪怕是听说某个废弃医院、战场遗址很有名，也不要去凑热闹。如果无意中路过，应尽快快步离开，不要停留，更不要拍照、触摸里面的东西。回家后要立刻洗澡净身，用艾草煮水洗澡，
从头到脚仔细清洗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再焚香祈福，驱散身上附着的阴气，恢复阳气。既然这些阴地这么危险，60岁以上的朋友该如何自保呢？老祖宗传下来了4个简单实用的护身方法，大家一定要记好。这些方法都是基于阳盛阴衰的原理，能帮助提升自身阳气，抵御阴邪之气。第一个是每日持正念护身，每天晨起和晚睡前静下心来，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几次，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，然后心存善念，默念一些吉祥的话语，比如愿我身体健康，阳气充盈，邪不侵正，或者回想自己做过的好事，比如帮助过谁，捐赠过什么。这样做能护持自身气场，提升阳气，因为心存善念，天必佑之。善念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，能驱散阴邪之气，防止邪气入侵。我有一位75岁的老朋友，每天坚持晨起默念善念，身体一直很硬朗，很少生病。他说这就是正念的力量。第二个是佩戴护身符，60岁以上的人可以佩戴一些能提升阳气的物件，比如天然的朱砂、檀香珠、红绳、桃木饰品等。朱砂在中医里被认为是纯阳之石，能镇宅、辟邪、提升阳气。檀香珠气味芳香，能净化气场，驱散阴邪。红绳在传统文化里代表吉祥、辟邪，能起到护身的作用。桃木则被认为是仙木，能驱邪避灾。这些物件不需要多么昂贵，关键是要保持干净，不要随意丢弃或借给别人，随身佩戴，能帮助提升自身阳气，挡住阴邪之气。我曾建议一位65岁的老太太佩戴朱砂吊坠，她之前总觉得浑身发冷，佩戴后没多久，冷意就缓解了很多，精神也好多了。第三个是随身带阳物，出门在外可以在口袋里放一小块干姜、艾草或者一小包粗盐。干姜性温，能温中散寒，提升阳气；艾草是纯阳之草，能驱寒、祛湿、辟邪；粗盐则能净化气场，吸收阴邪之气。这些东西都是日常生活中容易买到的，随身携带，能散发阳气，起到驱邪护身的作用。比如再去扫墓、参加葬礼等可能接触阴气的场合，带上这些东西，能有效减少阴气侵袭。我有一位68岁的老先生，每次去扫墓都会在口袋里放一包艾草。他说这样做后，回家就不会觉得浑身不适了。第四个是保持正念正气，平时要心存善念，多做善事，比如帮助邻里、捐赠衣物、救助小动物、参与公益活动等。多做善事能积累功德，提升自身的正能量。正能量就是阳气，阳气充盈，自然能抵御阴邪之气。同时要身行正道，不与人争斗，不做亏心事，不贪小便宜，保持平和的心态。中医讲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自身正气足了，阴邪之气自然不敢靠近。我认识一位80岁的老者，一辈子行善积德，帮助过很多人，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，精神也很好。他说这就是善有善报，正气护身的结果。如果已经不慎误入了阴气重地，该怎么办？60岁以上的人，一旦发现自己误闯了上述重阴之地，一定要立即进行补救，不能拖延。拖延只会让阴邪之气进一步侵入体内，加重阳气亏损。首先，第一时间回家，不要在外面停留，更不要去其他地方串门，以免把阴气带到别人家里。回到家后，立刻焚香净身，用艾草煮水洗澡，或者在洗澡水中滴几滴艾草精油，从头到脚仔细清洗，尤其是头发、手脚等部位要反复冲洗。艾草是纯阳之草，能驱寒、祛湿、辟邪，用艾草水洗澡能有效去除身上附着的阴气。洗完澡后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最好是红色、黄色等鲜艳的衣服，这些颜色属阳，能提升自身气场。其次，持念祈福。洗完澡后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点燃一炷香，虔诚地默念吉祥话语或善念108遍，比如愿我身上的阴邪之气消散，阳气充盈，身体健康。默念时要心无杂念，专注于善念，这样才能起到净化自身气场的作用。如果会念一些养生口诀，也可以默念，同样能起到祈福的效果。然后行善积德，尽快做一件善事，比如帮助邻里解决困难，捐赠衣物给贫困地区，救助流浪小动物，为公益事业捐款等，将这份功德回向给自己，消除因为误入阴地而引来的阴晦影响。因为做善事能积累正能量，正能量能驱散阴邪之气，弥补阳气流失。我曾遇到一位62岁的老先生，不小心误入了荒坟地，回家后按照我说的方法，捐赠了一批衣物给贫困地区。没过几天，他身上的不适就消失了。最后念佛安神，晚上睡前静坐一会儿，保持心平气和，深呼吸几次，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，然后默念一些吉祥的话语，或者回想一天中开心的事情，让元神回归，稳固自身气场。睡觉时要盖好被子，不要着凉。
卧室里可以点一盏小夜灯，灯光属阳，能驱散阴气，帮助睡眠。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才能让身体恢复元气，弥补阳气流失。我还想分享一个补救成功的案例。一位62岁的老先生，一次爬山时不小心误入了一片荒坟地，在里面待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出来。回家后，他就觉得浑身发冷，头晕乏力，晚上失眠多梦。他想起我讲的补救方法，立刻用艾草煮水洗澡，换上干净的红色衣服，然后焚香祈福，默念善念108遍。第二天，他又去菜市场买了一些小鱼虾放生。没过几天，他身上的冷意就消失了，头晕也缓解了，睡眠也恢复了正常，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。这就是及时补救的重要性。一旦误入阴地，千万不要慌张，按照正确的方法补救，就能最大程度减少伤害。除了以上3个主要的阴地，我还想提醒60岁以上的朋友，尽量不要去一些阴气较重的其他场所，比如废弃的工厂、地下室、长期无人居住的地下室、阴暗潮湿的小巷等。这些地方同样阴气重，容易侵蚀阳气，对老年人的健康不利。同时，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保持自身阳气，比如多晒太阳，尤其是上午9点到11点的太阳，这段时间的太阳阳气最足，能提升自身阳气。少吃生冷食物，生冷食物属阴，会损伤脾胃阳气。适当运动，比如散步、打太极、做8段锦等，运动能促进气血运行，提升阳气，但要注意避免剧烈运动，以免耗损元气。总结来说，晚年最好的修行就是护住自己的阳气，护住自己的福报。60岁以后，人生已经进入了最宝贵的阶段，不需要再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也不需要去冒险探索未知的场所，安安稳稳地护住自己的身体，延续寿命，才能多陪伴家人，多享受天伦之乐。如果因为一时好奇不慎闯入阴地，不仅自己要承受病痛的折磨，亲人也会悲痛不已，这是得不偿失的。所以请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，60岁以上的人宁愿错过一些所谓的新鲜事，也绝不能轻易闯入阴气重的地方。保护好自己的元神和阳气，就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修行，也是给家人最深沉的爱。阳气足，才能福寿双全，身心安，才能安然自在地走完人生之路。愿天下所有的老年人都能知晓这些养生智慧，避开阴邪之地，护住自身阳气，身体健康，福寿绵长，安享晚年的天伦之乐。如果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就请点赞、收藏、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些禁忌，保护好自己的健康。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感悟和经历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。感谢你的聆听与关注，愿你心静如水，清静安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